从来没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，为了后半生老有所依，利用300根纯原木打造出气派的木屋别墅，里面不仅空间十分开阔，外部还有可以观景的阳台。当别的老人还在跳广场舞的时候，这个60岁的老头已经玩起了野外建造，就是想退休以后有个可以老有所依的家。他准备在斜坡上搭建庇护所，首先用木棍规划出大概的区域，然后用铲子开始猛烈的刨地，待得挖出几个对应的基坑，再找来这种野生的木方。现在只需要锯出合适的立柱，就可以将其放入对应的孔洞。底部再用泥土夯得结结实实。老王一连安了12颗承重柱，这也注定房子面积不小。只见他将各部门的角铁安排上，然后用木板钉出合适的地基框架，中间再固定上几根龙骨来增加稳定性，确保没有任何问题后，他开始给框架涂抹一层防护漆，好看的同时还老有所依。然后将欧松板铺垫上去，这种板材不易变形，而且耐久性很好。说话的功夫就已经涂满黑漆。老王用这个方式将整个框架铺满，随后将其翻个底朝天。不愧是木匠出身的老王，干活的经验是真的多。只见他将木板加工成合适的长度，然后用木屑开始进行填充。这种新鲜的木屑不仅能增加底部的保暖，而且耐久性也是特别的好。待得把整个凹槽全部填满以后，就可以把木板一片片整齐划一的固定上去。现在就这个规整的程度，有着10年强迫症的我看了都很解压。现在整个平台感觉不用打扫都很干净。接着把原木重新打磨一番，直到全部包得一干二净，而且每根原木两边都要凿出一条凹槽。为了方便安装，木头的一端也要削尖，等处理好后，就可以把原木精准地卡上去，将周边一圈全部安排上承重柱，再用钉子将底部牢牢固定。保险起见，每个对角处都要用木板斜向固定，确保整个框架牢不可破。有了合适的构架基础，安装墙体就变得简单许多，只需要把木板截成所需大小，然后一片片将其卡在原木内。得益于每条凹槽都十分丝滑，这让他安装木板快了很多，而且过程中还要预留出门窗。老王只用了1个小时就搞定了3面墙体。然后他用2根立柱划分出大门的位置，两侧的空缺处依旧用木板进行填充。不得不说，老王的手法还是张弛有度，举手投足间都有着大师的风范。虽然没有规划好的图纸，但每个步骤都是了然于心，很快就拼接出丝滑的窗框。现在只要将缝隙处全部填满，就可以用粗壮的原木卡在顶部一圈，边框边篓全在收口，交界处用钻孔神器打出相通的孔洞。现在只需要削上几根木栓，再通过斧子的敲击将彼此牢牢固定。屋顶虽然是3角形框架，但着实木板也没少用，从长到短依次给进行固定。这活干起来真是有点要人小命。3个人的爱情不靠谱，3角形的框架最牢靠。老王一连安了5个，这才坐下来休息一会，然后他继续将木板截成所需大小，将其一片片的安装上去。而且两侧上方老王还预留了抬头窗，这样室内就会得到足够的采光。待得把超出来的部分锯掉以后，为了使得屋顶更美观，他又加工了一些4边形木板，将其一片片斜着安装上去，最后把原木精准的卡进去。现在从正面看完全有了别墅的样子。然后他找来这种防水贴，在经过喷火器的烘烤以后，就可以具备一定的粘性，直接一片片铺满在整个屋顶，使其看起来更加丝滑。从老王这个手法上来看，最起码有1昆年的瓦匠经验，但凡少1天都达不到这么精准。现在整个木屋看起来气派很多。至于前门的位置，老王打算重新在门口做个护栏，为此他特意用斧子精雕细琢，做了几根富有艺术气息的圆柱体，将其一根根固定上去，最后用横梁将彼此连接，有了气派的护栏做防护，庇护所立马1万升到17000。然后老王开始刷上防护漆，美观的同时还老有所依。他将里里外外刷了个遍，看着老王认真干活的样子，相信很快就能住上气派的家。完成好涂刷的工作，他用卷尺测量好整个窗框的大小，然后对木料进行精心的裁剪，很快就复刻出大小合适的木条，将其组装在一起后，就可以给庇护所当做门窗。就连玻璃都要自己动手剪裁，而且都要附带上防护膜，在刮板的作用下使其更加丝滑。这种感觉看得我都好解压。有了这种防护膜，就算玻璃碎掉也不会对周边造成伤害。至此，老王可以名正言顺地住上新家。